今天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感觉？双眼干涩，仿佛进了沙粒，不停眨眼，却依然觉得刺痛。也许工作一天下来，你的眼睛酸涩难耐，甚至流出眼泪。奇怪的是，明明是干眼症，为何还会流泪呢？干眼带来的困扰让人心烦，不禁想问，干眼症能根治吗？还是说它注定要缠身一辈子？今天我们就来深入聊聊干眼症这个现代人常见的眼睛问题，一一解答以上疑问，包括人工泪液的正确使用方法，如何进行眼部热敷和按摩，以及最完整的干眼日常保养守则。请各位睁大眼睛，我们要开始了。首先，我们先认识什么是干眼症。干眼症看似只是小毛病，却是现代人常见又难缠的慢性眼疾。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泪腺的功能逐渐退化，泪水分泌会减少，而眼睑上的睑板腺分泌的油脂也会越来越粘稠，泪水不够，油脂不顺，眼睛表面的泪液膜就会不稳定，最后导致干眼症。干眼症患者常常觉得眼睛干涩灼热，好像眼中藏着细沙，甚至怕风怕光。更让人困扰的是，干眼严重时反而可能不自主流泪。眼睛过于干燥时，泪腺受到刺激，会反射性的分泌大量泪水，但这种泪只有水分，没有油脂和粘液，无法形成完整泪膜，反而冲刷眼表，带来视线模糊和更多不适。要了解干眼症，我们得先知道健康的泪水有多厉害。别小看眼角那一滴泪，它其实是一层覆盖在眼球表面的泪液膜，结构相当精妙。泪液膜有3层，最外层是油脂层，由睑板腺分泌的油脂形成，负责减少泪水蒸发。中间是水液层，是主要的泪水，由泪腺分泌，提供湿润和营养。最内层是粘液层，由结膜的杯状细胞分泌粘蛋白，让泪水紧贴在角膜和结膜表面。正因为有油、水、粘液3位一体，正常的眼泪才能均匀地覆盖眼球，保持眼睛湿润清亮，还提供角膜养分，并带有杀菌抗体保护眼睛。然而，只要这3层中的任何一层出了问题，不管是泪水分泌不足，还是油脂分泌不良，粘液变少，泪膜就会破裂，无法完整保护眼球，干眼症也就产生了。那干眼症到底多常见呢？答案可能超乎你的想象。眼科门诊中有相当高比例的病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干眼问题。据统计，中年以后干眼症的发生率大幅上升，40岁左右约有30%的人有干眼困扰，50岁时约一半的人受到影响，到了60岁以上，出现干眼症状的人更高达70%左右，而且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干眼，这和荷尔蒙变化有关。停经前后的女性常因泪腺功能下降、睑板腺退化而饱受干眼所苦。除了年龄和性别，还有许多现代生活因素正在让干眼症成为文明病。长时间盯着电脑、荧幕、平板、手机，会让我们专注不眨眼。正常情况下，人每分钟大约眨眼10到15次，但一旦目不转睛盯着荧幕时，眨眼次数可能降到原本的一半甚至1/3，眨眼变少，泪水来不及均匀覆盖眼球，泪膜很快就干掉破裂，眼睛当然干涩难耐。另外，整天处在冷气房或风扇直吹的环境，空气干燥，加速泪液蒸发，户外风大，天气炎热干燥时也一样，让眼睛的泪水挥发殆尽。再看看现代城市，空气污染、汽机车排放和抽烟产生的烟雾，这些脏东西通通刺激眼睛，加重干涩和发炎。还有许多人习惯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角膜表面盖了一片镜片，更加剧了泪液散失。时间一久，眼睛当然变干。另外，某些药物也会让眼睛变干，例如长期使用抗组织胺、减充血剂、抗忧郁药，或是某些降血压药等，都可能抑制泪液分泌。不仅如此，一些全身性的疾病也和干眼症有关。
典型的就是干燥症候群，也称休格连氏症候群，这是一种自身免疫疾病。患者的免疫系统攻击自己的泪腺和唾液腺，结果泪水减少，口干舌燥，常常眼睛干得睁不开。同样属于免疫系统问题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性狼疮等疾病，也会连带造成泪腺和睑板腺功能下降，甚至连眼睛动过手术的人，像白内障手术、近视、雷射手术等，在术后一段时间内也容易出现干眼症状。可以说，干眼症的成因非常多元，年纪、荷尔蒙、用眼习惯、环境、全身健康状况等等都有影响。因此，干眼症也被称为现代人的文明眼疾。当然，不管原因是什么，干眼症带来的症状都让人不好受。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干涩、刺痛、异物感，有些人早上起床会觉得眼睛特别干，需要努力眨眼才能看清楚。白天用眼稍久就酸胀疲劳，到了下午甚至觉得视线模糊，好像眼前蒙了一层雾，对光线和风的敏感度也会提高。出门迎风一吹就流眼泪或眼睛刺痛。更麻烦的是，因为泪膜不完整，角膜表面得不到充分保护，严重的干眼症患者角膜上甚至会出现一些细小的损伤，点状的上皮脱落。如果长期放任不管，角膜干燥受损，可能引发角膜溃疡，甚至影响视力。所以干眼绝对不是小事一桩，它不但影响生活品质，还潜藏着伤害眼睛的风险。看到这里，你可能更加关心最初的问题，干眼症到底能不能根治？老实说，这问题的答案有点令人沮丧。多数情况下，干眼症很难完全根治。由于干眼通常是一种慢性问题，而且病因复杂，很少有一劳永逸的治疗方法。眼科医师们指出，干眼症目前并没有绝对有效的单一疗法，要真正摆脱症状，往往需要长期的综合治疗和保养。有位知名眼科医师甚至形容，干眼症很难根治，只能靠日常保养来改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几乎可称为眼科的绝症，听起来有点可怕。不过别灰心，干眼症虽难以根治，但我们可以透过正确的治疗和保养，把它控制得很好，大幅减轻干涩不适，让眼睛恢复滋润舒服。就像高血压或糖尿病这类慢性病一样，干眼症需要的是长期的管理，而非一帖药就断根。当然，如果干眼是由特定原因引起的，去除诱因后症状也许就能大幅好转甚至消失。比如说，假如是某种药物导致的干眼，换掉该药物可能干眼问题就解决了。如果是隐形眼镜戴太久造成的干眼，减少佩戴或停戴后，眼睛也许能恢复滋润。又或者长期处在干燥环境而导致干眼，改善环境，增加空气湿度等后，眼睛可能不再那么干。但对于更多人而言，干眼症往往没有这么明显单一的成因，而是多种因素交互影响，再加上年龄增长无法逆转，所以难以一招毙命地治愈。不过，我们绝对可以借由日常的细心保养，把干眼症控制在可接受的程度，甚至让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接下来，我们就重点谈谈干眼症的基础保养方法，也就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呵护我们的干燥双眼。这其中包含了正确使用人工泪液，以及掌握热敷和按摩的技巧，还有其他你不可不知的秘诀。当眼睛干干涩涩，仿佛沙漠一般时，许多人第一个想到的救星就是人工泪液，俗称人工泪水或泪眼药水。人工泪液的确是干眼症的基本治疗方式之一，它可以在泪水不足时替代泪水来湿润眼球表面，暂时疏解干涩不适。然而，你真的会正确使用人工泪液吗？很多人随手买瓶眼药水就往眼睛里点，却不见得了解其中的学问。我们来说说人工泪液的正确用法和注意事项，以确保它发挥最大的效果。选择适合的人工泪液，市面上的人工泪液种类繁多，
常见的有水状液体的人工泪水、较粘稠的凝胶，甚至睡前使用的眼药膏。一般而言，轻度干眼患者一天点3到4次就够，可以选择一般水状含轻度防腐剂的人工泪液。若是干眼较重，需要频繁点眼，一天超过6到8次的情况，建议改用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通常是单支小包装，一次用量1支的，以免防腐剂长期累积刺激眼表。另还有一些处方药物类的眼药水专门治疗干眼，例如含环孢素成分的抗发炎眼药水，或是增加泪液分泌的滴剂等，这些需要医师评估后使用。重点是不要随便用错种类的眼药水来当人工泪液。市售有些号称消除红筋、清凉眼药水的产品，其实含有收缩血管药物或防腐剂，长期使用可能让眼睛更干，甚至因药性造成眼压升高或角膜问题。所以有干眼症状时，应该选择标示明确是人工泪液或医师推荐的产品，而不是随意购买来路不明的眼药水。人工泪液的正确点眼步骤，你或许以为滴眼药很简单，但其实正确的方法能让人工泪液更有效地滋润眼睛。请跟着以下步骤来。洗净双手，点眼药前一定要把手洗干净，避免把细菌带进眼睛，用温水和肥皂彻底清洁双手，擦干。准备眼药水，如果使用的是新的小支装人工泪液，旋开后备用。若是多剂量瓶装，打开瓶盖时小心不要碰到滴嘴，瓶口一旦接触到手指或眼睛、睫毛，就可能沾染细菌，务必避免。摆好姿势，点眼药时可以坐着或仰头躺着，头微微向后仰，眼睛向上看天花板，用一只手的食指轻轻将下眼睑往下拉，拉出一个小空隙，形成像一个小囊袋的空间。这时眼睛下方会露出粉红色的下眼结膜囊，就是滴入药水的地方。正确滴药，将滴管或瓶口对准眼睛，保持约1公分左右的距离，从靠近鼻子或眼角的方向滴一滴人工泪液到刚才拉开的下眼睑内侧囊袋里。一般每次1滴就够了，因为眼球表面的容积有限，再多也装不下，反而流出来浪费。如果医师只是要滴2滴，可以隔开几秒再滴第2滴。滴的时候眼睛向上看，尽量不要乱眨眼，以免还没滴进去就挤出来。闭眼静养，滴完后轻轻放开下眼睑，慢慢闭上眼睛，切记不要用力猛眨。很多人点完眼药习惯拼命眨眼，结果药水全被挤出来，流得到处都是。正确做法是轻闭眼皮约1分钟左右，让药水均匀地散布在角膜和结膜上，同时最好用手指轻轻按压内眼角靠近鼻梁的地方，也就是泪点的位置，约1分钟。为什么要压那儿呢？因为我们的泪水是透过内眼角的泪点流入鼻泪管的，点了眼药后不按住的话，药水很快就顺着管道流到鼻子喉咙去了，留在眼睛表面的量就减少了。用指腹压住内眼角，可以暂时堵住泪点，让药水多留在眼表面一会儿，提高滋润效果。擦拭与休息1分钟左右后，松开按压，恢复正常睁眼。如果有多余的药水从眼角流出，用干净的纸巾轻轻擦掉，此时你应该感觉眼睛一片湿润清凉。滴完药后，最好静待几分钟，再进行其他活动，让泪液充分滋润眼睛。若要点其他种类的眼药，比如还有医生开的药水，请间隔至少5到10分钟，避免不同药水互相稀释，影响效果。按照以上正确的方式使用人工泪液，能够最大程度的减轻干涩。那人工泪液可以频繁点吗？需不需要节制？一般来说，根据眼睛干涩程度，你可以每天点4到6次，通常早、中、晚各点1次。另外觉得干时就可以补点。如果是轻度干眼，不需要点太多次，
但如果到了下午或长时间用眼后特别干，可以多点几次没关系。重要的是，如果你发现自己几乎每个小时都离不开眼药水，眼睛一离开，泪水马上干到受不了，那表示干眼情况相当严重。这时除了选择无防腐剂人工泪液外，更应该就医寻求进一步治疗。另外也要小心，不要因为依赖人工泪液而忽略寻找病因。人工泪液只能暂时缓解不适，并不能根治干眼症。它毕竟缺少我们自身泪液中的那些营养成分和抗菌物质，因此人工泪液就像及时雨，帮我们解燃眉之急。但长久之计还得靠改善泪液本身的品质和其他保养方法。最后提醒一点，有些人误把生理食盐水或纯净水当人工泪使用，直接滴在眼睛里。这其实并不建议，因为清水或生理盐水没有润滑保湿成分，滞留时间也很短，滋润效果远不如真正的人工泪液。如果眼睛干涩，还是使用专门的人工泪液来得有效、安全。讲完了人工泪液这个外援，接下来介绍干眼保养的另一大法宝——热敷。许多眼科医师都会建议干眼患者每天进行眼部热敷。为什么热敷有用呢？道理其实很简单，热能够扩张眼部血管，加速循环，让带氧和营养的血液流向眼周，带走代谢废物。眼睛的睫状肌也会因为热敷而放松，减轻疲劳。此外，更重要的是，热敷能软化睑板腺里堵塞的油脂。前面提到，干眼症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睑板腺分泌油脂的功能不好，尤其是缺油型干眼，油脂层分泌不足导致的干眼。睑板腺开口在我们上下眼睑的边缘，正常时每次眨眼都会挤出少量油脂覆盖在泪膜表面，但随着年纪增长或长期发炎，睑板腺的油脂可能变得粘稠甚至凝固，堵在腺体里出不来。热敷正是帮助这些堵塞的油脂溶解重见天日的有效方法。想象一下，把黄油加热，它就会融化变软。睑板腺里的油脂也类似，温暖的敷热可以软化堵在腺口的油脂酸，让原本分泌不出的油重新流动起来。当油脂分泌顺畅了，泪液的油脂层就完整了，泪水不易蒸发，干眼症状自然能得到改善。而且热敷的温暖感也能舒缓眼睛疲劳。很多人热敷完会感觉双眼特别放松，有舒爽的感觉。那么热敷该怎么做才有效又安全呢？首先，你需要准备合适的热敷工具。最简单的方法是拿一条干净的小毛巾，用温热的水浸湿后稍微拧干，闭上眼睛敷在眼皮上。注意，温度很重要，水温以摄氏40度左右为佳，也就是感觉温暖、舒服但不会烫的程度。可以先用手背试试温度，觉得温热不烫手就可以。如果没有温度计，就确保毛巾摸起来不会让皮肤痛，太凉了起不到作用，太烫则可能烫伤眼皮，反而危险。将温热毛巾覆盖在闭上的双眼上，静静敷大约10分钟。在这期间，毛巾如果凉了，可以重新浸热水再敷，尽量保持温热的温度持续作用。除了毛巾，现在市面上也有卖方便的热敷眼罩或蒸汽热敷垫，一贴上眼睛就会自行发热，持续几十分钟，非常适合上班族中午休息或晚上睡前使用。不过这类抛弃式的蒸汽眼罩通常无法调节温度，而且有的人喜欢戴着热敷眼罩直接睡着，可能一不小心敷过头。医师提醒，热敷时间也不宜过长，一次约5到10分钟，足够，过久反而可能让眼皮肌肤干燥或引起结膜充血。也有人选择购买可重复使用的电热敷眼罩，这种产品能设定温度和时间，相对更安全便利，还可以反复使用，很经济。如果预算允许并经常需要热敷，不妨考虑这类装置。热敷最好每天坚持，很多上班族会利用中午午休时间热敷一次，帮助缓解上午累积的眼睛疲劳。晚上睡前再热敷一次，让眼睛在温暖中放松，
带着舒服滋润的状态入睡。事实上，医师建议干眼症患者每天热敷2到4次，都可以看个人眼睛干涩的严重程度来调整频率。尤其是当你感到眼睛又酸又涩时，别忘了给眼睛享受一下热敷的 SPA。有些人可能担心热敷会不会把眼睛烫坏，正确操作下是不会的，只要控制好，温度不过高，时间不过长，热敷对眼睛几乎没有副作用，而它带来的好处却很多，不但促进油脂分泌，改善干眼，对于长期熬夜导致的黑眼圈和眼皮肿胀，热敷也有促进血流、减轻瘀滞的好处。需要提醒的是，热敷一定要闭上眼睛来敷，只能敷在眼皮上，千万不要把毛巾直接按压在眼球上。闭眼热敷时，眼皮会保护眼球，同时热力透过眼皮传到睑板腺，才能软化油脂。如果眼睛张开硬敷，不但热敷效果打折扣，还可能烫伤角膜呢。另外，如果你正好眼睛有伤口、感染，比如麦粒肿、急性发炎期，或刚动完手术不久，热敷前最好咨询医师意见，以免产生不良影响。一般的慢性干眼或眼皮慢性发炎，用热敷来保养是很安全的。每次热敷完，记得用干净的棉花棒或纱布轻轻擦拭一下眼睑边缘，可能会看到有些油油的分泌物被擦出来，那正是被我们溶出来的睑板腺油脂呢。这些油脂排出来了，可别嫌它脏，正是它们重新回到泪膜上，才能帮助保护眼睛呢。热敷的下一步是很多眼科医师都推荐搭配的眼睑按摩。热敷让睑板腺里的油脂变软变稀，接下来透过适当的按摩，就可以把这些油脂顺利挤出来，让它们流到眼睛表面去发挥作用。可以说，热敷加按摩是一组黄金搭档，对于改善干眼症状，特别是缺油型干眼，相当有效。那么该怎样正确的按摩眼睑呢？其实方法不难，但需要温柔和耐心，切勿粗鲁大力揉眼。按摩前的准备和点眼药一样，按摩前请洗干净双手。由于手指即将直接接触眼皮，指甲最好剪短，以免刮伤皮肤或眼球。另外，按摩通常紧接在热敷之后进行，效果最佳，因为此时睑板腺的油脂已经被热敷弄得软化，正处于待排出的状态。你可以在刚结束热敷，眼皮还暖暖的时候马上开始按摩。按摩的方法，闭上双眼，用食指或干净的棉棒轻压在上眼睑上方，靠近眉毛处，然后往下朝睫毛方向轻轻推压滑动，旁佛再挤压一条小管子，把上眼睑内的油脂朝睫毛边缘推挤出去。上眼睑可以分成内中外3段，分别从眉骨处往下推压几次。接着按摩下眼睑，用食指放在下眼睑靠近脸颊的位置，往上朝睫毛方向轻轻推压，同样把下睑板腺的油脂往出口方向挤出。上下眼睑各自按摩时，眼睛都保持闭合，动作要轻柔，感觉到有点压力但不痛，不需要使大劲，以免把眼球压得不舒服或损伤角膜。除了直线推压法，也可以采用轻柔画圈按摩的方式，以食指指腹贴住上眼皮，轻轻画小圈，揉动眼睑，同样起到挤压睑板腺，促进油脂排出的作用。下眼皮也以类似方式画圈按摩，你可以选择自己觉得舒服的方法，重点是温和的挤压眼睑边缘，让被热敷溶解的油脂顺利流出。按摩的时间，每只眼睛大概1-2分钟即可，不需要太久。过程中，如果觉得眼皮上的热度消失了，可以先再热敷一下，再继续按摩。按摩后的处理，按摩完成后，可能会发现眼睑边缘挤出一些淡黄色、半透明的油脂，甚至带出一些细小的皮屑或痂皮，这是正常的，表示睑板腺内容物被你成功挤出来了。用干净的湿棉棒或纱布轻轻将这些分泌物擦掉，同时也把睫毛根部清洁一下。如果你有睫毛结痂或眼睑炎的问题，
按摩后正好可以清理眼睑边缘，保持清洁。可以搭配市售的睫毛清洁湿巾或稀释后的温和洗眼液。有的人用稀释婴儿洗发精、自制清洁液轻视眼睑，使睫毛根部保持卫生。最后再滴1-2滴人工泪液在眼睛里，快速眨眼几下。此时新鲜挤出的油脂会随着眨眼被均匀涂抹在泪膜上，形成一层良好的油脂保护膜，锁住泪水。你会感觉眼睛一阵滋润清爽，干涩感大大减轻。依照热敷、按摩点、人工泪液这套步骤，有条不紊地执行，每天坚持1到2次，很多人的干眼症状在几周后就会有明显的改善。值得强调的是，按摩一定要注意手部清洁和力度适中，千万不要直接用没洗的手去揉眼睛，更不能粗暴地来回猛揉。那不但不能按摩睑板腺，反而可能擦伤角膜，揉出细纹，让问题更糟。如果拿不准手劲，可以请眼科医师或视光师示范正确的按摩方法，自己多加练习。当然，如果干眼症状已经严重到角膜溃疡或明显发炎，就不宜自行按摩，应该先就医治疗急性问题后再进行保养按摩。一般的干眼患者则可以放心的每天做热敷和眼睑按摩，把它当成保养功课之一。很多人起初嫌麻烦，但养成习惯后发现眼睛舒服太多，就再也离不开这套日常护眼法了。除了人工泪液、热敷和按摩3大法宝，干眼症的日常保养还有一些不容忽视的环节，那就是调整环境和生活习惯。毕竟我们希望眼睛时时刻刻都舒适，光靠治标的滴药和1日几次的护理还不够。如果环境和用眼方式不改善，泪水依然会源源不断地被蒸发掉。因此，让我们从日常小细节做起，给眼睛一个友善的生存环境，避免干燥空气，尽量不要长时间处在干燥或风直吹的环境里，比如烈日下的大太阳、高温干燥的户外或大风天，一定要做好保护。出门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有侧边防护的风镜，减少风吹，直接刺激眼睛。在家里或办公室，如果开冷气或暖气，记得同时使用加湿器或放一盆水，增加室内空气湿度。暖气房间里空气非常干燥，是干眼的大敌，所以千万记得保持一定的湿度。夏天吹冷气也一样，冷气不仅降温，还抽掉了空气里的水分。人在冷气房久了，皮肤干、喉咙干，眼睛也跟着干，因此可以在室内摆放加湿器，或至少每隔一段时间关掉冷气，打开窗户通风，让空气流通，而不至于太干。还有，许多人喜欢开着电风扇或吊扇直吹，这对干眼患者其实不太友好。强风会加快泪液蒸发，如果需要电扇降温，可以让风不要直接对着脸吹，或调成摆头模式，减少持续吹拂，避免烟尘刺激。如果你是吸烟族，干眼症有很大几率会找上你。香烟的烟雾里有数不清的化学刺激物质，会直接刺激眼睛的结膜和角膜，破坏泪膜的稳定。长期抽烟的人不仅肺受害，眼睛也干得快，所以为了眼睛健康，尽早戒烟吧。即使你不抽烟，平时也要尽量避开二手烟、烟雾和灰尘多的环境，比如烧烤店、烤肉、烟雾、庙里的香烟，甚至厨房油烟，都会让眼睛干涩更明显。环境空气品质不良时，不妨考虑佩戴护目镜或紧贴脸部的眼镜，以减少刺激，减少长时间用眼。现在的人几乎离不开荧幕，不管是电脑工作、追剧、玩手机游戏，还是阅读电子书。然而，长时间盯着荧幕会让我们忘记眨眼。前面提到，这会导致泪膜迅速变干，所以每当你投入一项需要长时间用眼的工作或娱乐时，一定要定时休息。有个著名的20-20-20法则，你可以试试每用眼20分钟，将视线移开荧幕，远眺20英尺，约6公尺，
外的地方休息至少20秒。这个原则的重点在于提醒你记得频繁让眼睛休息，几十秒的远眺或闭目都能让紧绷的睫状肌放松，也让泪液重新均匀覆盖眼球表面。如果嫌麻烦，也可以简单粗暴点，每工作半小时就闭上眼睛休息1分钟，什么都不要看，让泪水滋润一下干涸的角膜。如果条件允许，也可以起身活动活动，顺便去眨眨眼，远看几分钟风景。总之，不要让眼睛长时间连续工作而缺乏休息。刻意眨眼练习，有干眼症的人可以养成主动眨眼的好习惯，特别是当你在使用电脑、看书、开车等会聚精会神的时候，更要时刻提醒自己眨眨眼，试着每隔几分钟就用力眨几下，让泪水重新铺满眼睛表面。有一种眨眼运动是闭眼2秒再张开，再闭眼2秒，重复做个10下。这种缓慢用力的眨眼动作能确保睑板腺被挤压，把油脂挤出来覆盖眼表。而一般人快速眨眼时，有时眼睑未完全闭合，泪水覆盖不全。透过刻意思考去眨眼，能养成一个保护眼睛的反射，把这当作办公时的小小间歇运动，不仅预防干眼，对疏解眼睛疲劳也有帮助。调整工作站和姿势，你可能不知道，萤幕的高度也会影响干眼，建议将电脑萤幕调整到略低于眼水平的位置，这样看萤幕时眼睛是微微向下看的状态。好处在于上眼睑会稍微遮盖更多角膜面积，如此一来，眼球暴露在空气中的表面减少，泪液蒸发也会减少。如果萤幕放太高，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前方，泪水很容易蒸发干掉，所以把萤幕降一点点角度，或者调低座椅高度，让自己视线往下看萤幕。此外，工作读书时保持正确的坐姿和距离也很重要，眼睛离萤幕或书本至少50公分以上，不要离得太近盯着看。阅读环境的光线也要适中，太暗或太刺眼都会让眼睛更疲劳干涩。戴隐形眼镜的注意，很多爱美或习惯方便的人每天都戴隐形眼镜，但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对干眼症者是不利的。隐形眼镜好比一片海绵盖在角膜上，它会吸附泪液，而且阻碍氧气进入角膜，使眼睛更干。因此，请尽量缩短隐形眼镜佩戴时间，一般建议每天不要超过8小时。如果本身干眼严重，可以考虑改戴眼镜，或将隐形眼镜用于必要的场合，其余时间给角膜、裸眼休息。有些新型隐形眼镜标榜高含水量或细水胶材质，透氧性好，对干眼者稍微友善，但再怎么改良，它毕竟还是个外来物贴在眼球上，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减少使用频率。如果必须戴，期间可以点一些隐形眼镜适用的润眼液来增加舒适度。隐形眼镜族也应该更加勤做我们前面说的热敷和按摩，保持睑板腺通畅，才能勉强和隐形眼镜共处。均衡饮食与营养补充，眼睛也是身体的一部分，身体状况好了，泪液品质自然就会好。有研究指出，血液的健康程度会反映在泪液成分上。我们的泪液来源是血清，血液中有各种维生素、抗体、酵素、蛋白质，这些营养最后进入泪液，才能让眼泪有滋养杀菌的功能。所以想改善泪液品质，可以从提升自身体质着手，多吃富含维生素 A 和 Omega-3 的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有助于眼睛健康。维生素 A 是维持黏膜和泪液分泌的重要元素，缺乏时眼睛容易干燥。含维 A 丰富的食物，如胡萝卜、南瓜、深绿色蔬菜、肝脏、蛋黄等，可以适量摄取。Omega-3 脂肪酸，例如鱼油中的 DHA、EPA， 则被证实对泪液的油脂层有帮助。鱼油能抗炎，并改善睑板腺油脂的组成，使分泌的油更健康顺畅。一些临床观察发现，经常食用富含 Omega-3 的深海鱼，
如鲑鱼、青鱼、沙丁鱼或每日补充鱼油胶囊的人，干眼症状有减轻趋势。除此之外，多喝水，保持全身水分充足也很重要。虽然直接喝水未必马上让眼睛湿润，但身体缺水时泪腺分泌肯定受影响，因此每天至少6到8杯水要喝够。相对地，少喝含咖啡因的饮料或酒精，因为这些可能利尿，导致身体失水。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现代人的饮食常常高油高糖，这对泪液品质其实有负面影响。过多的饱和脂肪和糖分会引起低度的全身性发炎反应，血脂血糖过高也会让泪水中的营养成分变差。有眼科医师指出，血液中胆固醇、三酸甘油酯太高的人，泪液中的油脂成分也不健康，更容易导致干眼。因此平时饮食应该清淡均衡，避免过于油腻和高糖的食物，对眼睛长久健康是有益的。保持眼部卫生，干眼症常常和眼睑边缘发炎或堵塞有关，所以保持眼皮和睫毛的清洁也属日常保养的一环。尤其是一些人眼睛干涩背后其实隐藏着睫毛螨虫问题，睫毛根部的毛囊里可能寄生着微小的蠕形螨虫，当螨虫过多时会引起眼睑发炎、睑板腺功能失常，进一步加剧干眼。平时我们肉眼看不到螨虫，但如果睫毛根部常有白色的黏腻分泌物或结痂，就要怀疑是否有螨虫滋生。预防方法很简单，勤清洁。每天早晚洗脸时，也顺便仔细清洗眼睑和睫毛的根部。可以闭上眼睛，用温水沾湿的干净纱布轻轻擦拭上下眼睑和睫毛，把分泌物带走。市面上也有专门的眼睑清洁棉片，含茶树精油或舒缓成分，可以有效清洁睫毛根部的油垢和抑制螨虫。如果已经确定有睫毛螨虫感染，可以在医师指导下使用浓度适当的茶树精油清洁眼睑，一般需要每天清洁并持续数周才能将螨虫控制。除了螨虫，以前提过的慢性结膜炎、眼睑、皮肤病等问题都要一并处理，否则它们会像一根刺一样持续刺激眼表，让干眼无法好转。简而言之，干眼症的保养需要全方位同步进行，该补充的补充，该清洁的清洁，该休息的休息，缺一不可。干眼症的医疗新进展，当保养不够时，透过以上种种日常照护，大多数的干眼症患者都能得到明显改善。不过，仍然有一部分人属于重度干眼症，即使天天点人工泪液、热敷按摩，也只能稍微减轻症状。这类患者往往是泪液极度缺乏或睑板腺功能严重受损，需要借助一些医疗手段来进一步治疗。虽然我们这篇重点在基础保养，但也有必要简单了解一下医院里可以提供的治疗选项，以便在需要时咨询医师。其中一个常见方法是泪点栓塞。还记得我们前面说泪水会从内眼角的泪点流失到鼻腔吗？对于泪水严重不足的人，眼科医师可以施行一个小手术，把下眼睑或上眼睑的泪点给堵上，这样你仅有的泪水就能留在眼睛里更久，不会很快流走。堵住的方法通常是放一个细小的硅胶栓进泪点口，这叫泪点栓塞。这个栓子可以取出，效果也可逆。对于某些患者，医师也可能直接用烧灼的方式永久封闭泪点。泪点栓塞有助于提高泪液在眼表停留时间，许多干眼患者做了之后觉得舒服不少。不过，这主要适用于泪水分泌太少的患者。如果你的问题是油脂不足，栓塞效果就有限了。另一项新兴疗法针对睑板腺功能障碍型干眼，就是强脉冲光疗法。这原本是一种皮肤科用来嫩肤和治疗酒糟鼻的技术，近年来被应用在眼科上。医师会用一种释放多波长强光的仪器，在患者下眼睑和脸颊处闪光照射。强脉冲光有双重作用，光热效应可以穿透皮肤，加热眼睑的深层，达到类似深度热敷的效果。
软化并疏通睑板腺。光化学作用则据说能调节免疫反应，杀灭不良菌群，甚至刺激已萎缩的睑板腺重新活化。一套 IPL 疗程通常是1个月做一次，连续3到4次，可以让不少患者的油脂分泌增加，干涩减轻。这种疗法特别对因睑板腺阻塞引起的肝炎有效，但是价格较昂贵，而且多半需要定期复查追加治疗才能维持效果。除此之外，眼科医师还可能开一些药物来帮助肝炎，例如局部点用的类固醇眼药水短期抗炎，或是点用环孢素或利他命眼药来调节免疫，增加泪液。而对于泪液极度缺乏的人，还有一种特别的疗法，是使用患者自己的血清制成的自体血清泪液。简单说就是抽取你的血液，取出血清，加工成滴眼液。因为血清的组成和泪液很相似，而且含有丰富的生长因子和抗体，被用来治疗重症肝炎或角膜损伤，有一定效果。不过这种治疗比较麻烦且昂贵，只用于最困难的病例。幸运的是，大多数干眼症患者并不需要走到那一步，只要及早重视，遵照我们前面介绍的那些基础保养方法，绝大多数人都能把干眼症状控制得很好。别忘了，干眼症本质上是种慢性病，贵在持之以恒的照顾。刚开始可能觉得每天热敷按摩、频繁滴眼药很麻烦，但是当你体会到眼睛重新滋润清爽时，那种如释重负的舒服感绝对是值得的。让我们回头回答最初的问题，干眼症能根治吗？也许对很多人而言，干眼症并没有奇迹药丸可以一夜痊愈，但只要我们掌握正确的知识和方法，用心调养，我们完全可以战胜干眼的不适。透过人工泪液补充、热敷、按摩、疏通，改变环境习惯，减少刺激，再加上均衡营养和良好作息，干眼症状将大大缓解，甚至长时间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届时你的双眼将重新闪耀湿润的光彩，不再为干涉所扰。最后提醒大家，如果照着这些方法做了一段时间，干眼问题还是非常困扰，千万不要苦撑着不管，务必去看眼科医师。专业的医师可以透过检查找出你干眼的主要原因，制定更针对性的治疗计划。眼睛是灵魂之窗，值得我们投入耐心去照顾。干眼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了解、不行动。我们已经拥有最全面的干眼基础保养指南，就从今天开始实践吧。每天给眼睛一点关爱，你会发现世界都变得更加清晰明亮。祝所有干眼困扰的朋友都能早日摆脱沙漠之苦，重回水汪汪、亮晶晶的舒适眼眸。眼睛舒服了，生活也会更加光彩动人。